尽早进入加密圈子是致富的关键，往后的加密圈子只会越来越难赚钱。而我个人觉得呢，现在还有这个机会去找50到100倍的项目。上一代玩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人都已经隐退了，而我希望呢，我是下一个在牛市里隐退的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是处于熊市的尾声和牛市的早期阶段，所以呢，现在是一个寻找几十倍好项目的好时机啊！因为现在呢，你依然可以以便宜的价格去买大部分的项目，而且不需要持有很长的时间。那这个星期呢，很有可能就是美联储加息的最后一次了。而我预计呢，明年的4月份，美联储就会开始降息，到时候呢，也是比特币减半的时间啊。那我不懂是不是每一次比特币呢，都会那么巧的遇到美联储降息，导致加密货币牛市。那希望这一次也不例外。所以为了要做好牛市的准备，在今天的视频中呢，我将会介绍我个人觉得会有50倍的项目。好，直接进入我们的名单。第一位呢就是 Secret Network， 代码是 SCRT。那 Secret 是 Cosmos IBC 家族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完全关注于隐私的项目，它是在2020年上主网的。那虽然说这个项目的热度不如牛市的时候，但是在这个熊市的期间啊，他们没有说因为价格暴跌，然而就没有去开发这个项目，而是选择默默的继续开发。那大家可以发现到，他们的推特呢还是有在经营的，而且还有去这个路演。那与智能合约不同呢，他们使用的是所谓的秘密合约。他们的区别呢，在于秘密合约的输入和输出是加密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当你使用 Secret 时，实际上呢，你并不会泄露任何的数据。此外，除了他们有 SERT 代币以外呢，还有 SSCRT 代币。你可以用这个进行私密的交易，这是一个 SNIP SNIP 20的代币。所有进入 Secret 的 Bridge 代币都使用这个 SNIP 或者是 SNIP 20的代币，比如说 Bridge 的 ETH 就会变成 SETH。那我们可以看到 Secret 现在正在 DeFi 的空间发展，他们最新的项目呢是 Secret Tunnel， 他们还提供了当前的 Secret Search 激励计划，这是为了流动性提供者而准备的。那接下来呢是作为一项服务的隐私，这将允许其他的链连接到 Secret， 一旦连接上，他们就可以使用 Secret 的私有计算能力。此外呢 Secret 还有秘密的 NFT， 只有持有者才会看到的内容。那 SERT 在过去的1年里呢，表现确实不理想。过去的12个月里，你可以看到呢，都是处于下跌的状态。那如果给我选择 Meme Coin 还是 SERT 呢？我会选择 SERT。至少我觉得在牛市里啊，一旦有了流动性，投资者会发现到 SERT。那接下来呢，第2位就是 Pendle， 代码是 Pendle， 这是一个自动做市商 AMM， 虽然并没有太大的特点，但他们的交易对象都相当值得让我们去关注了。那 Pendle 的理念在于，它允许你在未来的收益中进行交易。在传统的金融中，我们知道这就是利息附身品市场。那 Pendle 基本上呢，把这个带到了去中心化金融，也就是 DeFi 的领域了。那以下就是 Pendle 平台实现这一切的3个特性。第一就是收益代币化。首先 Pendle 将会带有收益的代币 wrap 成 SY， 也就是标准化的收益代币。比如 Liquid Staking 的代币就是底层带有收益的代币的 wrap 版本，然后你将这个 SY 代币分割成主代币，也就是 PT 和收益代币 YT，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收益代币化成一个不同的代币。那第2呢，就是 Pendle AMM 了。在这里，你可以自动做事上交易 PT 和 YT 的代币。第3就是 VE Pendle， 这就是你锁定 Pendle 代币，并能对 Protocol 的治理有话语权的地方。那 Pendle 代币呢，今天不幸下跌了大约 8% 了，但是在过去的1年里却上涨了大约 150%。最近的涨幅那么凶，是因为上了币安交易所。当前的价格是69美分，市值是为 1.7 亿美元，最大供应量为 2.5 亿美元。那接下来第3个就是 Kujira， 代码是为 Kuji。那 Kujira 呢是一个基于 Cosmos 构建的第一层链，它提供实际上的收益，这只是意味着你只能从平台的收入中获取收益。这意味着呢，它不是来自不可持续的代币发行或其他的策略。
或者是其他的方案。这里没有对收益的操控。可能有在听的日本语听众会知道，那 Kujira 的意思呢就是金鱼。Kujira 的理念是让每一个加密新手都有机会成为金鱼。过去 Kujira 呢曾在 Terra 的区块链上以其 Orca 的服务而出名。然而在 Terra 崩盘以后团队转移到了 Cosmos， 并在那里向 Kujira 添加了更多的服务。现在 Kujira 拥有一个相当繁荣的生态系统。在开发者想要加入这个生态系统之前，协议的治理必须批准 DApp， 因此这个平台上的 DApp 是非常可靠，质量也非常的高，超高标准的东西。同时没有机会让不好的 DApp 加入。那 Kujira 还有一些自己的原生 DApp， Kujira 还有自己的稳定币，那就是 USK。 那 Kuji 现在的价格是 73.9 美分，市值只有9153万美元，最大的供应量是 1.22 亿代币，现在的流通供应量非常高，达到了 1.15 亿，也就是 89%，是我非常喜欢的代币模型。那最后呢，也就是排在第4的项目啦，也就是 Linear， 代码是 Lina。那 Linear 呢，将传统金融与去中心化金融，也就是 DeFi 结合在一起。那该协议提供了所谓的流动性，这些是以合成的资产形成存在的传统资产，例如商品市场指数，甚至是外汇。那合成的资产是附生品，那它的价值呢是取决于底层资产或者是指数。然而你们创建的这些合成物，所以它们是代币化的附生品。那 Linear 呢有4个主要的产品，它们是 Linear Builder， 你可以在这里质押 Lina 代币，也可以创建 LUSD 并获得质押的奖励。那 LUSD 呢是他们的稳定币，然后还有 Linear Exchange， 这是你可以交易的地方。此外还有 Linear Swap， 一个可以连接到各种 DeFi 生态系统的跨链平台。那他们还有 Linear Vault， 你可以在这里锁定你的 LUSD 或者是其他的 LP 代币，这允许你可以获得 LUSD、BUSD 或者是 Lina 的形式的被动收入奖励。那作为抵押，你可以使用 Lina 代币，也可以使用高达 28% 的 ETH 或者是 Wrapped BTC。那 Lina 的当前价格是 1.24 美分，市值只有6817万美元。现在总代币供应量是100亿，其中已经有55亿的代币正在流通中。那这一期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哪一个山寨币是你的最爱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币圈大马哥，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见。